电商大小事，带你了解最新电商事，跟你分享7月8号到7月14号的3则电商大事。第一，淡季运费较去年涨40%。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 Temu 跟 Shein 透过直接从中国工厂向欧美出货的模式，造成航空货运需求激增，空运运费较去年同期激涨40%。第二 ，Momo 公布上半年2024 10大热搜关键字，内容主要包括时尚潮流、家电、电子票券和机车。最让人惊讶是机车居然上榜了这种很吃后续体验的商品也能够卖得好怪不得 Momo 的营收能够屡创新高。第三，超认真少年拒绝演讲邀约挨骂。一位台北市高中的老师透过 FB 私讯邀约 YouTuber 超认真少年演讲，因为超认真少年只有简单回复，就被老师说很不礼貌，要拿来做宣导的范例。那现在校方已经道歉了我认为问题出在沟通的工具上。如果今天这位老师是用 email 来正式邀请就不太会有这样的误解和争议。那记得关注加爱心，我是电商 Tony 陈，你以后做电商会用到。如果你是第一次看到这个影片，我这个节目会跟你分享上周在电商领域发生了什么有趣的事情，我会挑出3个我觉得重要的新闻，并且跟你分享我对这些新闻的看法，让你轻松掌握电商脉动。这一集我们讲的是7月8号到7月14号发生的电商新闻。第一个新闻，淡季运费较去年涨40%。简单说一下这个新闻。这个新闻标题叫做淡季运费较去年涨40%， Temu 跟 Shein 跟中国直送模式正在重塑全球空运市场。就 Temu 跟 Shein 透过直接从中国工厂，然后就跟欧美出货的这种商业模式，就造成那个航班不够用。像是今年6月的空运运费就增加了40%。那我是这样看这新闻，我们之前就有提过 Temu 跟 Shein 正在血洗美国的电商市场。就简单讲一下这2件是做什么的。Temu 就是美版的拼多多啦，东西超便宜。Shein 是快时尚电商，主要是卖服饰的，就那种你穿一次开个 party 就可以丢了那种衣服，丢了也不心疼因为它超便宜。那现在还多了很多小物杂货。台湾现在也有 Shein 的官网，你可以去逛一下，非常夸张，什么199就免运谁的价格再能打得赢他们？打不赢的啦。那如果我们回过头来看最近的电商回归实体通路，好像是 Life8 回归台中勤美商圈，你就觉得这个布局很合理的当国外电商要打进来的时候，那你就做实体店，强化消费者的体验做出在地的优势，这就是一个抗衡的好策略。第二个新闻，Momo 公布了2024上半年10大热搜关键字这个新闻是蛮有趣的10大热搜关键字，机车成黑马。好，我就不讲细项了，主要集中就在时尚潮流、家电、电子票券跟机车这4大类那我是这样看这新闻的我觉得什么衣服、包包、鞋子，甚至一些品牌名上热搜，这个都没有很意外。那家电类最常被搜寻的是冷气跟洗衣机你看换季了，对不对？这个也是能理解，因为486就是卖这个。但让我很惊讶的是，机车怎么也上榜？机车呢 ，Autobike 呢？机车不是都5、6万、7、8万这种东西它也上榜因为机车很吃实体体验的你要先看过，你要先骑过嘛它跟我们刚才讲的大型家电不一样。很多人会直接在网购平台买买冰箱、冷气这种大家电，是因为它含安装嘛，对不对？我自己的房子也是都买 Momo 的那个冷气或者什么就包安装，安装之后在保固之内坏掉原厂就来修。你跟家电行买，你也是有一点保障嘛，所以在消费者体感上都不会差很多。但是机车这种东西这个怪怪的吧？你他妈机车在 Momo 对了，我是在 Momo 上买没有错那时候我就觉得说有卖机车真的假的不然我们买来看那就真的我就在 Momo 上下单结果没想到我这种人还一堆那这种后续要保养，我会觉得说就塑胶车有什么好保养之后我再牵去路边的那个店里面去做保养换机油这样就好了所以反而机车这种东西原本大家都直接找什么机车行去买车现在大家把这个模式就迁徙到这个网络上，而且那个机车一次我记得我买多少6、7万那个刷下去那个点数回馈很多呢，我就可以吃好几天的 7呢也不错啦。机车这种东西在 Momo 都卖得动，没有人觉得 Momo 可以卖得动机车吧？他们自己也不觉得反正就来上架跑动就来跑就这样真是蛮有趣的。怪不得他今年上半年营收又创新高。那机车既然可以了，那下一步车子可不可以？说不定可以对不对？一些
比方说 Yaris 啊那种小的，那就一般的汽车来讲，说不定就可以了哦。那第3个新闻，超认真少年拒绝演讲邀约就被骂哦。简单讲一下这个新闻，这个就是台北市某一个高中的老师透过 FB 私讯来邀请超认真少年来做演讲，就因为他们的同事回复的很简单，就被这个老师讲说不礼貌，然后就想说把这件事情当成范例跟学生宣导这样那超认真少年当然就超认真的不爽啊就直接把讯息贴出来，现在学校知道理亏就道歉。我是这样看这个新闻我觉得这是这个老师的问题，就爱面子这个老师就觉得我是老师你只是一个 YouTuber 而已，今天我邀请你是我看得起你你那边让我热脸贴你冷屁股。我有去看他一开始写的内容就是正式的邀约信，格式语气都没有问题，但是你怎么会用 FB 私讯？私讯这种是聊天用的我去看了一下，他们粉丝页有放联络信箱那你写正式的文件，那你就发 email他们一定也会正式回函，就不会有后面的纠纷啦。对啊你跟人家聊天，人家不想跟你聊天，这样你也要公审人家真的是那顺便提醒一下，如果你今天要谈合作的话最好都是 email 往来这不建议用私讯。一方面私讯很容易漏掉再来是私讯真的是比较偏闲聊，它不够正式啦。当然你也可以透过私讯来提醒他去看信之类的，但重点还是要寄信讲完了，我们整理一下7月8号到7月14号3件电商大事。第一淡季的空运运费较去年涨了40%。第二，某某公布了2024上半年的10大热搜关键字。第三，超认真少年拒绝演讲就被骂讲八卦。这次的新闻比较平淡没有什么八卦，就是那个跨境电商中国跨境电商，中国现在遇到了什么问题他们在通缩，意思是货比人多货比人多太多了，然后大家都没有钱买。好，那他们就要往一个市场往美国去倒那个这是到货，那真的要倾销那不叫做生意，那倾销那个是打爆美国当地的小作坊他们怎么做成本都会比他们的 Temu 天猫这种还有那个全球速配通这个都还要贵很多的那美国人也是用脚投票还不是买了不要的，尤其是 Shein 有非常多的国外的 TikToker 他们都在拍那个 Shein 开箱，为什么？因为这是物美价廉，他们没有买过那么便宜的东西然后质感又有，然后品质是还好，反正就是 party 嘛，那穿一穿就丢掉了女生我看那个抖音的影片，在海外版叫 TikTok 啦TikTok 他们开一堆，然后就说叫大家最后再一件一件试一件一件，最后再叫大家猜这样子花多少美金，底下就写了一堆200多300多美金一堆，然后最后他就说我只花了26块多美金这样大家就冲去买就这样。Shein你也可以去下载看看蛮猛的真的是蛮猛的那个199就给你免运然后现在不止服饰，你听我介绍好像是他就是买服饰，没有，他现在多很多生活小物就是虾皮你在买那些嘛，什么厨房小帮手卫浴小妙招一堆那这些东西在Shein上通通也都有我也有买那个品质如何品质实在不怎么样，可是它就便宜超级便宜，然后物流速度算很快呢，真的很快像我喜欢花衬衫，我有去买花衬衫那个版型都不对，就是它直接都做洋人的版型，那绝对不是中国人的亚洲华人的版型然后那个线头也不剪的，但是就是 OK 那一件超级便宜一件那个花衬衫这个我换算起来台币80几块吓我一跳，我靠那个质感80几块真的啦，我去路边摆一个衣架然后全部都是放它的花衬衫这样我一件200我卖得掉了就便宜嘛，便宜就 OK 了嘛，对，所以这个Shein就是这种等级那你去玩玩看，真的可以去下单线下看好，现在Shein只有做台湾广告，它还没有在大力的开拓台湾市场，一旦大力开拓，你看我们台湾本土的 Momo PC Home 是不是又要被挤压一次？因为它上面的东西真的都比 Momo PC Home 便宜很多，真的是便宜很多，非常的多，我都不知道他们这样要怎么赚钱这样看起来他们也没有要赚钱的意思，他们就是把那个中国冗余的库存给它清掉就对了这样还赚得了钱？不可能这些东西都海运空运的嘞光是运费就多少了，结果他让你199免运所以这个就是用中国的通缩去对付美国的通胀就会让美国人觉得说，哇靠，太便宜了，然后他们的那个消费就会倾向到这里，然后更进一步的排挤掉美国当地的这个中小企业小作坊。美国当然也有在生产成衣的，
但他们生产的成衣绝对价格上成本就比那个虚印在卖的还要贵了，那你要人家怎么活啊？所以就会倒一倒，然后就变成世界工厂就是中国。那中国现在还不算我说虚印还不算大力的来投资我们台湾来挤压我们台湾，那这一天一定会来的一定会来的。那到时候怎么办？到时候会直接把一大票虾皮卖家都抬出去为什么？因为虾皮卖家现在很多都是看中国供应链什么夯就来卖什么嘛，以后官方自己来卖价钱客服什么都有优势那这个虾皮的卖家又可能又遭受一波清洗这样讲来讲去还是那句话啦电商界里头你还是做自己的品牌，你管它你自己品牌红不红你就自己去悉心照顾它呵护它嘛，让你的小品牌慢慢长大有品牌来做你的护城河，最烂你卖掉的时候也比较好讲价钱就这样跟你分享。我是电商 Tony 陈，我想将我会的电商营运技术慢慢透过拍影片分享给台湾零售中小企业，提升台湾电商的实力，让台湾的好商品卖到全世界去，做出台湾的国际品牌。那品牌电商的起点就是自家购物官网，你们家需要架设品牌电商官网，我推荐 Cyberbiz 官网，仓储跨境 POS 一次搞定。很多国内的大品牌商都是使用 Cyberbiz 的电商系统，要做自家品牌电商官网，不知道从何开始，我提供给你便宜又好用的系统，资讯栏有连结，点进去填写完联系资料，我会打给你，看看你是遇到什么问题，那你也可以准备好问题来问我。Cyberbiz 让你少走弯路，多多赚钱。记得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我会持续分享更多电商的资讯。我是电商 Tony 陈，我们下集影片再见。